大家好，歡迎收看 CPP Road。在各位影片的下方按下更多內容，找到 C++ for APCS 的超連結，按下這個超連結進來我們的部落格，在部落格中按下閱讀完整內容進來我們的目錄，在目錄中找到主題，第2章控制流程裡面的判斷，按下這個超連結進來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文件。這支影片要繼續向同學介紹我們 if 的綜合應用範例，接受輸入3個值，要列印出第2大的值。那我們在上一支影片最後面跟各位說了一個運算的邏輯，好，運算的方法可以用來求得最大值跟最小值。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多設一個變數，裡面先放0，再把 A、B、C 的值分別跟它比，只要這裡面比較小，就把這個變數的值放進來；只要這裡面比較小，就把它的值放進來；只要這裡面的值比較小，就把它的值放進來。這樣跑完以後，這邊就是最大值。那如果要最小值，就是反過來，如果裡面的值比較大，就把變數的值放進來。好，那現在我們來寫這個邏輯。好，這個空間一開始是0，如果 A 大於 D，D 等於 A； 如果 B 大於 D，D 等於 A； 如果 C 大於 D，D 等於 A。哎，等一下，怎麼又等於 A？38，好，這裡就等於 B 了哈，那這裡就等於 C。好，那就這樣，就這樣，這裡跑完 D 就最大值。好，不管是589、598還是985，D 就一定最大值。OK， 好，但是這個寫法跟前面這個寫法，又可以再跟各位說明一次，什麼東西？這3個能不能改成 else if？ 這3個可不可以改成 else if？ 其實可以，其實可以。哈，最上面的這一個成立了，下面就可以不用檢查 A 就最大值了。是這個不成立才檢查這一個，這個不成立才再檢查下面這一個。哈，所以這個邏輯是可以改成 else if。好，可是呢，如果是改成 A 大於 D、B 大於 D 跟 C 大於 D 的，這個可以改成 else if 嗎？就不行了哦，就不行了哦。這3個 if 都要分別執行啊，都要執行啊，好，不能變成 else if 哦。啊，差一點就差很多。好，這程式碼跟它修正好哈。好，那就這樣，來，我們稍微 run 一下，確定到這一邊剛才沒有改錯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到這一邊，這樣是求最大值，然後他們不能改成 else if， 那要求最小值呢？要求最小值呢？這個反過來就好，有沒有道理？有沒有道理？反過來就好，有沒有道理？
好，便利執行，給他589，結果看到0，怎麼回事？怎麼回事？因為你的值都比 D 大啊，都沒有成立啊，589這個 if 都沒有成立啊。好，所以要注意它的初值哦。這邊放0的原因是什麼？是因為剛才求最大值的時候，那3個值都會大於0嘛，所以我這邊先放0，就至少有一次會成立嘛，對不對？但現在你裡面要放最小值的時候，你 A、B、C 的值要小於1000呢，你這裡要怎樣放這個1000？要放1000，不是放0了。好 ，A、B、C 的值都一定會小於1000。好，所以呢，順便注意哦。好，這個範例又提醒各位要注意什麼？注意題目給你的邊界值是多少。好，值就一定有範圍。它這一道考題，它的這些值，它的範圍是多少到多少？你要了解，了解你才能夠設定正確的初值。它這裡告訴你，大於等於0，大於等於0，小於等於1000萬。那你這邊要求最大值，你放0行不行？就不行了，你就要放什麼？放-1，要放-1了。好，因為它大於等於0嘛，那你0會大於-1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你這裡要放0的話，那變成跟它的邊界的那個值一樣，那你可能運算上又會出錯。好，所以去了解題目，然後放正確的值。好，注意值的範圍，它小於1000，所以它不等於1000，不等於1000，所以我這裡放1000，作為它的初值，這樣運算才會正確。好，所以到這一邊就是最大值跟最小值用這種方式來求，但是這個方式沒有辦法求第二大值。所以現在我再跟各位講一個邏輯，你試試看。現在要講的邏輯要怎樣呢？變數交換。變數交換，好，什麼意思？第一個值跟第二個值比 ，A 跟 B 比，如果 A 比較小，兩個交換 ；B 再跟 C 比 ，B 比較小，兩個交換。有沒有發現最小值來到最右邊？接下來 A 跟 B 再比一次 ，A 比較小，所以交換。這3個值由大到小排好了，中間這一個就一定是第二大。來，我再操作一次，3個變數 A、B、C，A 跟 B 比，如果 A 比較小，交換 ；B 跟 C 比，如果 B 比較小，交換。然後 A 跟 B 再比一次。但是沒有比較 ，A 沒有比較小，所以就不再交換。那一樣，就這樣。好，我再畫一次。A 跟 B 比，如果 A 比較小就交換，那因為 A 沒有比較小，所以沒有交換。B 跟 C 比，如果 B 比較小就交換，因为 B 有比較小，所以交換。A 跟 B 再比一次 ，A 跟 B 比，如果 A 比較小要交換 ，A 沒有比較小，所以不交換。中間這個一定是第二大。好，那這是用交換的方式，讓這些值由大到小排好。然後要怎麼交換？各位，你的左手有一顆雞蛋，右手也有一顆雞蛋。你現在這2顆雞蛋要交換，怎麼樣交換最保險？你要借第3隻手出來，然後把左手的
先放到這裡來，把右手的交給左手，放到這邊的再交給右手，這樣就交換了。來，我再畫一次。我先借一隻手過來，把這顆雞蛋放進來，這裡就空了嘛。再把這個放進來，這裡也空了嘛。再把這個放過來，兩個就交換了。怎麼變成程式碼？所以剛才到現在我講的這個運算邏輯，你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程式碼？如果有，執行完了以後，它的值由大到小排好，中間那一個就是第二大。好，有興趣的同學先按一下暫停鍵，自己寫寫看。好，現在這一邊我寫剛才講的那個程式邏輯，老實講有點難度啦，好，所以沒有寫出來是應該的。如果 A 小於 B， 好，如果 A 小於 B， 要交換，怎麼交換？宣告一個新的變數 ，D 等於 A，A 等於 B，B 再等於 D。這樣子，這一邊跑完 ，A 就是一定比較大 ，B 就一定比較小。接下來，如果 B 小於 C， 好，這邊複製貼上，這邊先等於 B， 然後 B 等於 C，C 再等於 D。好 ，B 的值先指派給 D， 先暫時存起來，然後 C 的值把原先的 B 蓋過去 ，D 再把原先的 C 蓋過去。好，所以到這邊跑完，最小值一定到最右邊，然後 A 跟 B 還要再比一次。好 ，A 跟 B 還要再比一次。來這邊再說明一次 ，A 跟 B 為什麼還要再比一次？好，因為如果是5、8、9 A、B、C，A 跟 B 先比，這樣是8、5交換了。B 跟 C 比是怎樣？9、5交換了。因為有可能最大值是在 C， 所以你這一個中間這一個跑完，最大值是來到 B 的位置，所以你這邊還要再跑一次。好，那麼這個跑完。B 就一定是第二大值。好，那這邊呢，我們給它簡單的測試一下，編譯後執行啊，5、8、9，第二大的值是8。好，再一次，9、5、8，第二大的值是8。再來一次，8、9、5，第二大的值還是8。好，一點問題都沒有。好，那其實我們做這個範例下來，這樣各位會看到，其實這些 if 都還沒有到很複雜的程度，對不對？只是說這些演算的方式，目前還不是你能夠想得到的。好，所以再囉嗦一次，你現在練習的重點就是，當老師跟你講了一個演算的模式，你能不能把那個思考邏輯換成程式邏輯？好，然後盡量的把這些 if 的變化練得像你的手指頭一樣，那改天你才能夠去應付各種不同的情境的問題。好啦，總而言之啦，怪物都是練出來的，好好的練。好，那這支影片到這邊即將結束。各位如果覺得錄製的還可以，還不錯，蠻用心的，謝謝你按讚分享，但更重要的是按下訂閱的按鈕，給我一個鼓勵。這支影片到這裡結束。